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很开心吧？上一次我们学完了明正所缘，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学显示何等菩提伽罗因缘合境。请大家把广论打开354页第一行，请和我一起看原文。2. 显示何等菩提伽罗因缘合境者，若贪增上乃至寻思增上菩提伽罗，如声闻地引邪利伐多问经云：邪利伐多，若有比丘勤修观行，是于切师，若唯有贪行，应于不净缘安住其心；若唯有嗔行，应于慈悯；若为痴行，应于性缘起；若唯有慢行，应于戒差别安住其心。又云：若唯有寻思行，应于阿那阿婆那念安住其心。如是名为于相称缘安住其心。那么这一段呢，是在讲说什么类别的人要圆什么境，就是显示什么样的菩提伽罗应该圆什么样的境修定呢？那么如果是贪欲增上的，有没有注意到都是和内在的烦恼有关系的？说如果是贪欲增上的呢，乃至于寻思增上的菩提伽罗，这里边的增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比较强烈的意思。那么贪欲增上就是贪欲比较强烈，寻思增上呢就是寻思比较强烈。寻思比较强烈是什么呀？就是比较散乱，然后东想西想，心里像个跑马场一样马不停蹄。那么这些菩提伽罗到底应当沿着什么样的所缘来修奢摩他呢？经典在声闻地里所引的邪利伐多请问经中，佛陀告诉长老邪利伐多。那么大家知不知道长老邪利伐多是谁呢？就是他是佛陀的声闻弟子中坐禅第一的哦。然后邪利伐多长老呢是摩揭陀国呢王舍城外，然后那罗陀村大婆罗门的儿子，而且呢注意哦，而且他是舍利弗尊者的弟弟。关于他出家的因缘呢，就是挺奇特的。有一次呢，他不知道去做什么，走在路上，然后下起了大雨，然后他为了避雨呢，就赶快跑进了一个神祠，在里边休息一下，避雨一下，就是一个小庙。然后呢，在深夜里呢，他就看见有2个鬼抢着吃人的尸体。他在深夜里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他由此呢体悟到了人生虚幻啊，所以就前往到佛陀的住处，然后去听闻佛陀的开示，然后成为了一个出家人，出家入道。那么呢，佛陀在经典中就告诉这个长老邪利伐多，跟这个长老说什么呀？说勤修观行的比丘于切师啊。勤修观行，藏文直译过来就是修行于切，行持于切的意思。行持于切的这个比丘于切师，如果是唯独贪欲现行，这个于切师呢，就是还是比较精勤的修行。所以如果他唯独贪欲现行的话呢，就是内心里贪欲很炽盛，那么内心要投入于不净的所缘。然后如果是嗔心现行者，那么内心要投入于慈心。然后如果是愚痴现行的人呢，内心要投入于此缘的缘起，性缘起，藏文直译过来就是此缘的缘起，也就是依靠这个因缘而起。然后如果是注意下一个，如果是我慢现行的人，内心要投入于什么呀？投入于戒的
差别。那么协利法多问经中呢又说呢，如果是唯独寻思现行者，内心要投注于阿那波那念。什么是阿那波那念？也就是要意念出入息，就是内心投注于相称相扶顺的所缘，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声闻地云：此中若是贪嗔痴慢及寻思行菩提伽罗，比于最初唯应先修净行所缘而净诸行，其后乃能证得住心，又彼所缘为是个别决定，是故彼等定应以彼所缘勤修，故定勤修彼等所缘。那么这一段又在说什么呢？还是声闻地。在声闻地中呢，也有说其中贪欲嗔恚愚痴我慢还有寻思现行的这种类型的修行人菩提伽罗。然后我们最初呢只应在净行所缘当中呢净化自己的现行，然后之后呢才能够证得住心。而他们的所缘呢也只能是个别决定，不能说统一说都修一个，是个别决定的。所以呢他们一定要透过那个所缘精进修行，因此必定应当精勤修习呢这些所缘。有的甚至是说，比如就像放纸，就像放一个满满的水，这样一个水，然后在地上，你就必须把那个地面上的那个石块呀、沙粒呀，然后清洁干净，然后又像呢必须止息狂风，才能让水面得到平静。必须呢先平息粗猛的这个烦恼，才能呢修起来即止。这上面呢是讲了贪嗔痴慢及寻思现行的菩提伽罗应当缘着什么所缘。如果不是贪嗔痴慢及寻思任何一者比较强烈的菩提伽罗，那又要缘着什么所缘呢？再看看宗大师怎么说。若是等分或是薄尘菩提伽罗，于前所缘随乐持心即可，无需决定。声闻地云：等分行者随其所乐精勤修习，唯为少分住心，非未净行。如等分行者、薄尘行者，当知一耳。那么说，如果是等分，看这两个字，等分就是均等现行。那么是什么等分了？就是把烦恼等分了。像贪嗔痴慢这种，放在盘子里一看，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都差不多很平均。有这种类型的，比如说贪嗔痴慢及寻思这几种，没有任何一者比较强烈的，都是很平均的，差不多均等现行。然后还有一种或是薄尘菩提伽罗，注意薄尘，你看那个尘，它是尘埃的尘，尘劳的尘，就是呢它烦恼比较轻微的菩提伽罗。在前面讲过的那些所缘当中呢，对于所喜好的一个所缘支持内心就可以了。就说这里边讲的等分的或者说薄尘的菩提伽罗，你找一个在前面的所缘中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修就可以了，不需要呢限定缘什么所缘。像前面就是贪欲炽盛的还有嗔心炽盛，它都要限定什么所缘，但是均等的就不限定，你找一个你喜欢的。因为呢声闻地中说均等现行者呢由于只是为了少分的住心，所以应当精勤修习所喜好的所缘，而不是为了净化现行。注意这里边提到了唯为少分住心，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如月阁西有解释说，这里的少分住心不是指一点点的住心，而是它有个比较的。比较什么呢？就是相较于贪等烦恼比较强烈的菩提伽罗修寂止而言，贪等烦恼比较强烈的菩提伽罗呢，透过净行所缘而修寂止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住心，还要借由净行所缘降服心中粗猛的烦恼，
而等分行者或者薄尘行者呢，他不需要做这个，他不需要透过修习净行所缘降伏粗蒙的烦恼，只要是缘取这个所缘而修住心，所以才说少分住心。那么换句话说呢，等分行者或薄尘的行者，只要修住心就好了，不需要先降伏自心中很粗猛的那个烦恼。如同呢，均等现行者可以精勤修习所喜好的所缘，所以我们应该了解到，烦恼轻微的也可以这样的，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不一定要限定缘什么所缘，看他们喜好哪一个所缘，就对哪个所缘有欢喜心，就可以缘那个所缘。看一看，就说这个烦恼有一个突起的，就是很多的、很炽盛的，这个就要限定。如果都是均等的，还有一个烦恼比较轻微的人，他不需要规范这么多，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那么大家的问题可能是说，我是哪种类型呢？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然后现在我们是哪种类型的？现在我们是要好好的闻思什么是指，什么是观的这种类型的，对不对？然后现在我们就在学习，所以大家好好珍惜这个能一起学习奢摩他还有毗婆舍那的这个因缘，要珍惜这样的因缘，好好学下去。谢谢大家。